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脚下的地板、椅子、楼房，甚至整个地球，为什么不会往上飞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幼稚园小朋友会问的，对吧？但它背后藏着的是整个宇宙最神秘的力量之一——引力。但现在有些科学家竟然说，搞不好引力根本不是一种力，而是一种幻觉。什么意思？万物真的都在下沉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颠覆你三观的理论。引力也许从来就不是真的存在。我们从小学就被教导，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？因为地球有引力。月亮为什么不会飞走？因为地球拉着它。这个拉的力量就是引力。牛顿最早发现了这个规律，给了他一套公式，让我们可以精准计算行星运动、弹道轨迹，甚至你跳起来会落地的速度。不过到了爱因斯坦这边，他说，嘿兄弟，引力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看不见的绳子，它其实是空间弯了。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，把我们的世界从三维空间加一条时间线，变成了一张四维时空布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颗大球放在床单上，床单就会下陷，小球经过时会被吸进去，就像地球吸住月亮。这个模型完美地解释了水星轨道的偏移、光线会被弯曲等等现象，大家鼓掌。物理学界感动流涕。可问题来了，这个引力模型虽然很美，但它碰上量子力学的时候就开始卡壳了。在微观世界里，粒子的行为不像球那样乖乖听话，而是乱跳乱窜，会瞬间传送，还能同时存在好几个状态。当你试图把引力这个宏观概念套进微观粒子的行为里，理论就崩了。更糟的是，我们至今找不到引力子，也就是传递引力的基本粒子。电磁力有光子，强作用力有胶子，但引力没人知道它是怎么传的。所以有些物理学家就开始怀疑，会不会我们一开始就搞错了？引力根本不是一种力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真正神秘的地带了。有一位重量级物理学家艾瑞克·福尔林达 （Eric Berlin）， 他在2011年提出了一个疯狂的理论。他说，引力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，它其实是一种涌现现象。什么意思？举个例子，温度这个概念在分子层面根本不存在，它是无数粒子运动后凑出来的一个宏观效果。同样的，引力也许就像温度一样，是所有物质的资讯与能量分布在时空中的一种副产品。而我们所看到的物体往下掉，其实不是因为有什么力量拉它们下来，而是它们在遵循一种更深层的熵增原则。万物都在寻找一个让宇宙更乱、更均匀的状态。简单说，东西不是被拉下来，而是顺着宇宙的资讯流动，自然往更低的熵位，也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下方移动。听起来像不像魔法？但它其实是一种叫做全息原理加熵力的组合。这里我们得提一个更脑洞大开的理论——全息宇宙。有些科学家认为，整个三维宇宙其实是被投影出来的，就像一张光碟，只存着2D 资料，但可以投影出3D 画面。我们以为的空间、距离，甚至引力，可能只是资讯在某个更高维度里的流动。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只是表象。那么在这样的宇宙里，下沈只是资讯重新排列的结果，引力也不过是这场重组中产生的错觉。听起来很玄，对吧？那这些理论真的有用吗？还是只是脑洞呢？其实这些思想正在影响我们对黑洞、暗能量、宇宙起源的理解。如果引力不是基本力，那么我们对宇宙的结构理解可能要全部重写。甚至有朝一日，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资讯流动的规则，也许就能逆转下沈的趋势，打破引力的幻想，让人类真的飞起来。不是靠火箭，不是靠推力，而是靠骇进宇宙的程式码。所以引力到底是什么？是无所不在的自然法则，还是我们对宇宙误解的幻觉？是爱因斯坦留下的遗产，还是全息资讯的错失？也许真相就藏在你脚下的那1厘米，在你每次下沈的时候，宇宙都在对你耳语。
这不是一种力，这是命运的方向，你觉得呢？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一场宇宙幻想中生活？下次你跌倒时，记得别怪地心引力，也许它根本不在。